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欢迎来到宇宙闺蜜频道。如果你是新朋友，我们在这个频道会介绍我们自己灵性探索的旅程，还有丰富的身心灵知识，以及各式各样的身心灵的工具。那在我们的会员频道呢，还有更多让你惊喜的影片，欢迎加入我们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带来一本书的介绍。这一本书呢，就是奥修新的14堂课。那这本书呢，是我从2017年开始接触奥修的活跃式的静心以后，因为我对它设计太多种很有趣的静心活动开始产生兴趣。我除了做静心以外呢，我也想要去了解这个作者到底背后在想什么，所以我就开始阅读这本书。就没想到这本书成为了我来研究奥修的一个起点。这是第一本，然后第二本、第三本、第四本，后来我的书柜里有一整排都是他的书。奥修 Osho 这个字呢，这是从日本和尚的这个词演变过来的。那这也是他最后在世10几年的时候，所去改的一个名字。他是1931年出生，那1990年的时候就已经离世了。他曾经呢在印度是一个哲学系的教授。然后呢，后来他不教哲学了，他就开始在印度的各地演讲。那他演讲的话呢，都非常的犀利，好比说他会批判当时印度的政治、印度的宗教，然后印度的一些社会规范、约定俗成的很多的东西，所以他就会引起很大很大的争议。而且呢，他又主张要用很开放的态度来看待性，这在那个年代是非常激进、非常前卫的想法。而这样的看法就让他在国际新闻上面就红极一时，很多人都在讨论他。那他后期呢，甚至到美国亚利桑那州，就是做了一个灵性村。那在那边有非常多的风风雨雨。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可以到 Netflix 上面去找他的这个纪录片，叫做《异狂国度》。但是我也必须说，因为他们的想法很激进，所以那个时候在美国真的是引起很大的争议。那最后面奥修他其实是被美国驱逐出境，那他是最后在印度离世的。奥修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大约有30万个门徒，那他的书有超过600本。他就是每一次透由一种自发性的演讲，就是他在讲道的时候，他是不打草稿的。那这些话语后来就成为了这600-700本的书。奥修探讨人类心理发展的各个层面，从弗洛伊德到庄子，从哥奇福到佛陀，从耶稣基督到泰戈尔，基本上呢，他是禅学密宗无所不包。奥修呢，也是静心方法的设计大师。他在印度的普纳呢，甚至有建制一个国际的静心中心，那吸引了全世界非常多的学员去那里体验静心。那静心到底是什么呢？在我们了解静心是什么之前，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静心不是什么。很多人会来问我们说，静心的时候，我想要一直专注在感觉我的身体，或者感觉我的情绪，可是我发现我的注意力会跑来跑去的。静心它不是专注，静心呢，它也不是一种默想。或者是一种冥想，那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静心并不是在这里，然后端详着一个想象中的光、想象中的神、想象中的能量、想象中的一个什么东西，它跟正念会比较接近，就是西方所说的 mindfulness， 它是一种很放松的觉察，很放松的在觉察我身体的各个状况、心理的各个状况，甚至我头脑的状况，以及能量的状况、整体的状况、世界的状况，以及静心是一种倾听。静心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呢？它就是发生在我的每一个句子跟每一个句子中间的停顿。这个停顿当中，你只是在听。你只是在观察，你没有在思考，你可能在等待下一句是什么，所以你就在这里。所以静心其实是你念头跟念头中间的空隙，字句跟字句中间的空隙。如果我的头脑胡思乱想的话，那我就让它胡思乱想，但是我观察我的头脑它在想什么，我倾听我的头脑它在干嘛，甚至我倾听我的身体现在发生什么事，我倾听我的心情现在怎么样。我的那个倾听其实就是我的注意力，我的觉察力，它是可以很自由的在身体里面到处游走，甚至在身体外到处游走的。静心呢，这个词呢是印度的巴利文里面所讲的 jhana， 其实后来就被中文翻成了禅，那也就是日文所说的 zen。 所以静心其实是一种状态，我可以允许一切如其所是，我允许一切是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，我不去批判它。我今天遇到了一个我开心的事情，我好开心，我好开心，我不会说现在我应该要严肃，我不能开心。
或者是我看到了谁，我开始有所嫉妒，然后就我不可以嫉妒，我不可以嫉妒。不，静心是我发现了我在嫉妒，我持续观察这个嫉妒，因为一旦开始观察了以后，这个心情被我们所理解到了，它一层又一层的就会像剥洋葱一样，让我们开始越能够去观察到最里层的原因到底是什么。而常常静心的人，他会很清楚自己是谁，也很清楚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性。那如果你越清楚自己的话，你就更能够在每一次做反应之前有所选择，你不会只是一直在做惯性的回应。有人惹我生气，我就一定生气；有人比我出色，我就嫉妒。为什么我会说奥修是一个很激进、批判性很强的人呢？好比他就会在他的书中说到，静心不是瘫痪脑袋，有一些宗教人士是愚笨的、白痴一样的，很可怕哦。你无法找到一点聪明、智慧或者是创造力的迹象。但是呢，人的头脑是很狡猾的，他会把这样子的状态瘫痪合理化为静心，然后呢，把迟钝合理化为超越，把了无生气合理化为气俗。他就说要小心哦，如果你走在正确的方向，其实你的生命会持续的绽放开花，充满创造力的，而且对于生命、爱还有整体的存在所提供的每一件事物，你是会有很敏锐的感受力的。所以他认为很多苦行啊，还有那一些很多规范、很多戒律的宗教人士，他是非常不认同那样子的修行方法的。他主张呢，要用很玩耍的态度，甚至游戏的态度，在这个人世间生活。他甚至可以把财富当作一种大富翁里面的筹码而已，他并不真的把它当作一个他拥有的持有物，那就是一个暂时的一种资源、一种能量而已。他会来我身上，但他也会离开我。奥修有说的，他说神呢绝对不是一个苦行者，否则世界上不会有花朵，否则世界上不会有森林，不会有歌曲，不会有舞蹈。神其实是非常享受生命的，神比我们所有人想象中的都还要快乐，都还要奔放。那说到财富啊，奥修真的很狂。他最高纪录的时候呢，他拥有93台的劳斯莱斯。然后呢，就会有人开始问他，为什么你会开始用这么多的奢侈品，然后甚至要开那么多台车呢？你有需要吗？奥修就说，我故意的。人们从来不在乎我现在在的这一个灵性社区里面是多么的和平、喜乐、和谐，在里面大家充满了爱与生命力，大家不 care， 大家只 care 我有几台劳斯莱斯，就表示我戳到这些人很敏感的神经，我会持续戳，戳到大家不再谈论为止。他认为贫穷是不允许的，什么意思呢？他觉得贫穷的人会没有办法拥有灵性，外面很富裕了，可是我的内在怎么好像不充实、不满足？那个不满足感跟我外在的富裕有一个落差，而经由比较之下，所以人们才开始去追求灵性，开始去追求内在的满足。那刚才说的奥修是一个设计静心的大师，那他设计的静心都是什么类型呢？活跃式静心 （active meditation）。因为奥修他认为现代人我们的脑袋都太喋喋不休了，每一天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，然后呢也要吸收的资讯也太多了。所以他设计的静心永远第一步都是在宣泄，在释放。当我们前面一开始跳舞，开始舞动身体，到身体都累了，该想的也都已经想了一遍了，以后你坐下来，自然就会来到那个很静的观察状态。奥修呢，他在每一个他设计的静心里面呢，他都会有一个环节叫做庆祝。他觉得活着，生命本身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。你不需要功成名就。你也不需要离苦得乐，本来活着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。好多的事情值得你去感恩，好多事情值得你去体验，好多事情值得你去探索。当你可以用这个观点去享受你的生命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就充满了创造力。所以呢，在他的静心里面，我们前面把很多东西丢出去以后，后面都会来到一个哇，我们来跳舞吧！哇，天哪，我可以跳我活着耶！那个状态是非常非常的快乐的。说到这边呢，如果你对于奥修的静心有兴趣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参考一下。之前呢，曾经来过我们频道做客，讲了10集关于静心的关于老师，他在线上有一门给现代人的动态静心课。如果你没有时间去体验实体的课程的话，也可以试试看这个动态静心的线上课。最后不要忘记，活着是很快乐的，活着是一个游戏。其实我们是地球的一个旅行者，我来了，但我一定也会走。那在这一段旅行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好好的玩，好好的庆祝吧。
奥修呢，他探讨人类心理发展的各个层面，从我为什么要写这个？弗洛伊德到泰戈尔，到庄子，弗洛伊德到庄子，泰戈尔到佛。哥奇福到佛陀。